老板，听说现在银子涨价了啊，我这有一个银锭子，嗯你帮我看看值不值1万？1万，你这卖东西咋真没底气？这好歹这还是50两的商定啊，而且还是道光年间的呀。不管他什么年间的，我不懂。我现在都是主要着急用钱买辆二手车的，哦，实在不行9000俺还给你。你这说话越来越离谱了哈！你再着急用钱也不能乱卖啊。我看你这个制口落款非常清晰，用行内话来说就是全身打，而且道光的钉子非常少见。它这个蜂窝看着非常自然，而且它这个翅膀你看非常匀称。这顶面一眼开门的东西，你这戏剧性的从1万降到9000，这是咋回事？不是，我刚才去金店先问了，问家，他们说这种银锭含银量不纯，哦，都按80%的含银量，他只给我了8000块钱。那你这个参考价有点可笑，这种银锭的含银量还真不是80%。你像银元之所以是9银1铜，它是为了防止这个磨损。而过去的银锭啊，无论大小，它通通都是雪花银，雪花银的含银量都能达到99%以上啊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他们忽悠我了。那是的，那少1万我还真不能卖，因为这个银锭有2斤多重嘞。哎呀，你这连重量都没有搞清楚，自然这个钱啊你也算不清楚。像这种50两的银锭啊，它都有标准的重量的。过去1斤是16两，50两刚好划到1800多克。像这种银锭啊，它是属于人工浇铸的，重量往往都是高一点，它低一点无所谓。那只能怪金店的秤了，那是最高才达到1000克。那是，反正我也是简单的估算一下，反正银子也不贵。你这说话做事啊太不靠谱了。银子它再便宜，和你这个银锭没任何关系。你现在银锭这好歹也是无机文物啊，即使金店的秤它够标准，难道你还按重量去乘以银价算吗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东西我看啊，绝对也不是你的啊。你别管是不是我的，拿在我手里，我就有决定权。那是，你看看能给多少吧？你说的理是这个理，但是你只需记住一点，再不是自己的东西也不能不知道珍惜。像这种50两的银锭啊，比我们常见的银元少多了。你看过去的兑换比例，就这一个50两的银锭，最少能换70块以上的银元。你就按普通的袁大头，现在70块也得好几万了。就说你这个钉子的状态吧，首先道光年间的钉子搁平时非常少见，而且你这个字口又属于全身打，尤其是文水线这几个字，你看几乎没什么磨损，所以像这种字口的钉子比较少见。另外，你看它这个翅膀比较匀称，钉子的好歹和这个翅膀字口关系比较大，因为翅膀在做的时候啊，很难做出匀称的样子。而且它这个底部蜂窝也非常自然，加上定面包浆也非常舒服，所以整体看啊也是非常漂亮的。你这个没有过14、15万还真买不来。乖乖的，我这一个银锭子一下子能值那么多钱？对啊，这简直是超出我的预算了。我姐夫哥太抠了，有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抠到连1万块钱都不借给我。对，他再抠再不借给你钱，你也不能拿他的银锭出来变现。你这犯了俩错误。第一个，你不懂装懂，想贱卖银锭，幸亏是你没卖掉。第二个，你擅自拿恁姐夫哥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这种行为啊，算是犯了大忌。这有啥大忌不大忌的？我亲姐夫哥又不是外人。我看你给的价格这么实在，那东西都留到你这里吧。你听我一句劝，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你去找别人借钱，你得拿出你的诚意。姐夫哥再是自己的亲人，你也得商量着来。何况这50两的银锭，他又不是仨瓜俩枣。我劝你啊，还是跟那姐夫哥拿去。哎呀，你这个人的嘴啊也真溜，我听着这感觉也有点道理，是吧？那我先给他拿回去，对，让他看看咋说。对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俺男朋友送我一块小硬币，我刚开始以为他小不值钱，没想到俺闺蜜的男朋友想给我1000块钱买走。你这个是一角的黄花岗小银号，你可别看它个头小，纯是两块少，我先瞅瞅。可被你说着了啊！我刚开始还不知道，差一点一冲动就卖了。我又一想，这事儿没这么简单。你这个1000没卖都对了，卖的话恐怕得吃大亏。你这个是将才黄花岗一角，你可别看它个头小啊，在咱们河南找几个这种一角小银号还真是难找，因为这种小银号是福建那边发行的，它这个是17年了，17年的存世量还算多一点的，整体这个包浆状态还不错，1000块钱绝对不能卖给他。
这个是俺男朋友家里祖传下来的。刚开始我还以为是铝的，就差一点都给他扔了。幸亏我是一个顾家的人。没扔都对了。一般我们个人都不认识这些东西。你想想，本身这种一角的小银号，也就是2-3颗的银子而已，加上大家这个手感啊，这放到手里边没感觉，感觉不出它的重量，所以难免误认为是铝的。如果真是铝的啊，它外边绝对不会有这种酱彩包浆。其实我也不懂什么是包浆不包浆，主要是我这个人也不太讲究。俺男朋友让我去洗洗，我都没有清洗。那你这幸亏是没清洗啊，你不然的话麻烦就大了。无论是银元银号，只要外边的包浆一清洗，第一个价格肯定会折价，因为这个银元银号啊，主要是看他们的状态的。第二个，这东西一旦清洗啊，后续不入盒，真假会有争议。幸亏我上网查询了一下，没想到这一块现在能值1000万。这一下子我从一个穷光蛋直接升级为千万富翁了。千万确实有点夸张了，这个8位数的价值只能说你在网上查来很不靠谱，因为你是第一次接触这种银号，对股二股东行情把握不够精准，千万别听风就是雨。一旦你相信价值1000万的话，后续啊会被别人忽悠进去很多钱。不存在的事情。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有多聪明啊！为了得到这1000万啊，我最多给他们提成10万的好处费。1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了。我们个人上班的话，得很多年，节省节约才能赚那么多。你千万，别银行没卖掉，先把钱给人家了，不然后续啊会很麻烦。我给你普及一下这个银行的这方面的常识，因为这种一角的银行啊，它是属于伏笔，在我们圈内啊。识货的人不多，大多数啊都是那个农村人进城，大多数都是不识货，专挑大的往家里摸。大多数都喜欢那种啊1元的铸币，要么是50两的大银锭。其实这种黄花岗一角啊，最主要还是它这个存世量比较少。你如果是那种大头一角、2角的面值，几百块钱一个到处都是。而你这个好就好在它这个状态啊，你看它壁面确实不错，百年酱彩，两面都是老味道，字口又特别清晰。这让人爱不释手。这种裸币啊，比带分的都好。目前我感觉啊，市场价应该在5000左右。5000，我肯定是不会卖的。我很好奇为什么你这里和网上的价钱一下子出那么多嘞？按理说这个价格不应该出那么多，毕竟现在是属于互联网的时代。什么样的银号它都有什么样的价格，绝对不会出50、100嘞。你在网上一下子给你报1000万。这价格报出来能把人吓晕，那我只能说网上专家啊，他们是想忽悠你。你说他忽悠我，但是我感觉你怎么想低价买走我的宝贝嘞？没有，我可不会轻易卖给你嘞。你的感觉是错的，买卖价格你看咱俩都没谈商量好，不存在低价买，我明知道你少1000万不会卖，我咋可能会忽悠你呢？你记住一句话啊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如果这个东西啊真值1000万的话，我肯定也能要。只可惜啊，几千块钱的东西，你想卖那么高啊？只能说你千万别被人忽悠住了。那我再找专家去看去。那好吧。这一次可是发大财了。俺妹犁地的时候犁出来一个银锭，我搁秤上一称，一家伙半斤整。看你这个像10两的银锭，但是外边又花里胡哨，这能发啥财？我先瞅瞅。你可别小看我这个东西啊！我为了得到它，昨天叫俺妹夫灌醉了，才落入我手中。你这多少有点趁人之危了。既然人家不想给你，你这强扭的瓜也不甜。这个钉子上写的道光19年，公压线。一般这种带线名的都是官钉，但是从它外观你看一下，像一个南瓜似的。这种造型我倒是第一次见。这种东西出现在地里的几率不大吧？如果是真的话，你犁地的时候肯定得伤着它。你不知道，这个东西结实的很。这犁车犁过去啊，都没有伤它分毫。就好比那金刚石。说实话，这种银锭一硬就歪了，因为过去的老银锭都是雪花银，基本上和现在金店里边的4个9的银首饰它一样纯。那犁车翻地的时候，那劲肯定也不小，没伤着它，就说明它的含银量有大问题啊。别讲有啥问题，反正这个银锭给我手里面我当家。俺妹夫说了这能值100万，几个80万给你打折，给你。你这卖东西确实也够心机的，80万相当于给我打了个8折，一句话瞬间20万钱没了。如果这东西真值100万，你通过喝酒的方式拿到手，真的妹夫肯定也不会就此罢手，你换位思考一下不就行了吗？我换什么位思什么考啊？俺妹妹都嫁给他了，
他还给我论那么真，简直就是对我极度的不尊重。不尊重到他们上，毕竟恁妹妹也是一家一口了，别说上百万的东西了，你就是几十几百，有时候该论真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得论真一点？我建议你别出手了，你还是给他拿回去算了。哎，你这老板啊，咋能爱打抱不平呢？我看你还是想压我的价格了吧？没有，70万一口价给你吧。确实和这个价格一丁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也并不是在你面前爱打抱不平，我看你对这个收藏古玩这一行不是太懂。首先啊，像这种适量的银锭，它出现在地里的可能性不大。你即使理地理出来，它这个地面肯定得有划伤，而你这个你看没有，这说明它的材质是有大问题的。刚才我说了，这种银锭在过去啊，它是雪花银，银质很软，而你这个显得特别硬，这是第一个材质的问题。另外，我刚才也说了，像你这种银锭的造型，我是第一次见，它这个造型比较另类吧。另外就是上面它的字体也暴露了它的这个年代感。这种字体啊，它不是过去的钢印，因为过去清代的钢印它是人工錾刻的，而你这分明这一看这就是电脑体。另外就是你说的半斤重也不对，清代10两的标准银锭啊，它是有一定的重量的，350克上下。所以啊，你这分明就是假的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如果是假的话，怎么会出现在地里面呢？这很明显是与理不通，恐怕你也解释不清。我确实给你解释不清这东西的来历，但是100%可以肯定的是年份不老。刚才技术方面呢，该解释的都给你说清楚了，那只能说啊，可能是别人在地摊上买的，他玩着玩着不想要了，他都扔地里了呗，大概他这个来历就这样。你也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。俺妹夫说了，有人已经出价100万了，就差没给他送过去了。你看你能给我多少吧？像这种东西我根本要不了，因为在我们手里边没有任何意义。之所以现在网上这个有人能开到100万，那完全是先给你估高价，然后当你信以为真之后，开始各种套路你的其他费用。所以你千万也别当真，多去实体店打探一下它的价格之后，然后你可能啥都懂了。你给我吧，我看你这报价呀，也太没有诚意了，我还得上大城市去。那好吧，那你转转也行。俺女朋友给俺爸送一块银元，盒子上面写的是英文，我也不认识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你帮我瞅瞅。真假我看完全没啥问题啊，这壁面一眼大开门的东西，这个是大秦宣传入的是 NGC 的外国盒子，你别看它外边标的都是英文，这里边装的银元可是正儿八经在中国造的。俺爸在家也纳闷，这上面银元是驴头不对马嘴的。如果是真好银元的话，不会这样装。那我说句实话啊，恁爸可能对这个平金银元不太懂。这平金盒子啊，和里边装的银元它是分开的，银元是银元，平金公司是平金公司，两码子事儿。盒子比真假啊，其实主要还得对比官网来查询。你这个银元尽管放100个心，我看真假完全没问题。这谁能看出来呀？我爸之前都是玩邮票的。要么就是一些老地摊货，买的东西都没有超过50块钱的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这看不懂真假太正常了。在地摊上买东西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那都是很便宜啊，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现代艺术品，还有邮票。你现在都烂大街了，这根本都没人买那玩意儿，相当于是废纸一张嘛。你说废纸一张，我不赞同。我爸最喜欢就是捡大漏，几十块钱就能买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邮票。其实邮票啊，这个和地摊上的银元一样，几十块钱你去买几十万、几百万的币种，你用脚趾头想想，那些都是赝品啊。如果真值几十万，他肯定不会摆在地摊上。能卖几十万、几百万的话，人家老板只卖几十块钱，你说人家图的啥？你分析的对，我也不知道图的啥。我听我爸说，有些老板他们不识货。我爸专门去捡他们的漏。你爸把别人想的太简单了，这种捡漏的思想啊，叫做锅包帮的思想。自己有可能玩一辈子的赝品，这猛然间碰到那女友送他一块真银元，他认为是假的。你想想，人家摆地摊，人家卖个东西，如果说不挣钱的话，人家靠啥生活嘞？我也不说了，反正这块银元是我女友送的。如果真是真银子的话，就这么点重量，应该值不了100块钱吧？你还真没猜对。一般过去的银元啊，都是26.8克。你即使现在卖破烂的话，这么着也得个100-200了吧？关键是现在肯定大家谁也不会说傻到当破烂卖，因为现在银元啊都是正八经的5级文物了。
更何况你这个大型，你看都已经评级入盒了。虽然说评级没给分，但是外边这个光盒子评级费啊也不止100了。这种大型轩3啊，它是属于龙阳3000克，是大家必玩的必中之一。那女友拿这个龙阳送给那老爸，绝对是够诚意。NGC 的盒子知名度其实和皮盒是一样的，里边装了音源啊，它这个质量还是很硬的。你这个大型轩3虽然说没分，但是整体状态还不错。你看一下它这个画质，哎，非常漂亮，而且壁面还干净，哎，这个质口吧，各方面也没啥挑剔。就按照现在的市场来折算的话，就这一块现在卖个6000块钱没啥问题啊。6000不会吧？这一块音源你能给我6000？对呀、俺妈昨天还劝我不跟咱愿意嘞，说俺女友送一块假音源。不过说句实话啊，最主要还是恁爸不认识音源，典型的不识货，闹出了误会，并不是大型轩3假，而是他经常玩一些地摊货，这真音源拿出来的时候他看不懂而已。如果因为这个拒绝那女友啊，那显得也太势利眼了吧？谁知道会是真的？反正俺俩因为这块音源也快闹分手了。那如果你喜欢，那我就卖给你好了。那我发现你跟他爸一样啊，这处理问题的方式，这都偏了。刚开始恁都认为这个音源是赝品，所以闹出了分手的误会。人家经常说亡羊补牢，有为晚矣。你这发现问题能再解决问题啊，而不是提分手卖音源。你不然的话，你这永远解决不了问题。还有就是，如果说你们都分手了，这个音源你得还给人家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对吧？我大爷把这事给忘了啊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给还拿回去吧。好。俺爷收藏了一块音源啊，他这整天当宝一样放着，我这趁他不注意，给他偷拿回来，出来估价。那爷收藏了这个音源不得了啊！这个是样壁大青繁龙，说实话我还真没见过，这种音源太少见了。我上网上也查了价格了，别人竟然给我报价2000万。你觉得有人能不能买得起嘞？2000万这价格确实一般人买不起，单看这一面的话，你看和这个常见的大型轩3没什么区别。反过来看，这条龙尾它其实在右边，所以繁龙也称为右尾龙。你这个包浆看着像酱菜，这恁爷爷没说这个繁龙这是搁哪弄的？我爷爷的爷爷在过去其实他是个地主。我太爷爷以前在那个天津造币厂工作。据说这块音源是他当时市场下来的。一直在我们家都当着传家宝放着了。过去清朝的造币厂在天津并没有错，但是造币厂工作啊，它这个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。一般像这种样币，并不是说谁想留就能留的。况且我看你这个，总感觉哪个地方不舒服。反正我是真没想到，我爷爷他会有这么贵的音源。我爷爷今年都80多岁了。如果他早说有这么贵的音源，我估计我那3个叔伯，会争着去抚养他嘞。那个抚养老人是做子女的责任和义务，不能说老人有家产，对吧？才去争先恐后的孝顺老人。如果真有几百万、几千万的家产，那根本就不需要去赡养了，对吧？有钱雇保姆，你看有多少雇不过来？你说的也对，我很好奇，像这种音源，它咋会真值钱嘞？乱世黄金，盛世古董，这个收藏啊，自古以来都有。尤其是这些音源啊，你像过去从晚清到民国，它固定就发行了那么多。由于它不可再生，所以根据它这个存世量，它就有一定的这个市场价了。就打个比方，像这种音源，别人2000万买回去，你说他会不会赔钱？其实你像我们买任何东西啊，它在价格方面它都没有一个绝对啊，尤其是在这个现在人手里边，大家都有钱了，既然有人出得起2000万，可见他手里边啊并不只有2000万尤其是像这种存世量少的样币，你2000万买回去，肯定一点的是你低于2000万你肯定不会卖啊，相反你手里边有2000万，你并不一定就能买到这种繁龙。因为我对这个音源也不太懂，就像这种音源，怎么样才能不让它贬值？你可别嫌弃我问的那个太多。没有，烦倒是不会烦啊，你也不懂行，我跟你说到也没关系其实像这种裸币啊，咱们直来直去就这样拿着，贬值最快的一种方式就是磕、摔、碰，一定要避免与硬物接触。说句不好听的啊，这贸然的掉地上磕一下，有可能就贬值一半。
那你得可小心一点了。我看别人都有一个盒子装着，这我也不知道该咋弄了。你说的是那个平基盒子笔，一般像这种样笔啊，必须得去入 PCGS 的盒子，因为皮盒它这个公信力啊，给它做背书，你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可以变现的。樊龙啊，据我所知吧，它这个存世量不会超过10枚。如果你这个银元是真的话，给分入盒之后，这个价格还是大有可为的。肯定是真的。我爷爷平时放的比较严密，连我那3个手板都不知道，以后还准备传给我嘞。那既然是这样，那爷爷说明还是比较疼爱你的，你可不要辜负他一片厚爱。你趁现在他年纪大了，需要照顾啊，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在不影响你生活的前提下，你好好的去孝敬他，说不定这个银元啊，以后还真给传给你来。对，俺爷都是这个意思，趁他5岁这份我得赶紧把这个银元给他还回去。那行，那你就完璧归赵给他送回去吧。等会儿我给你找个包裹装着，省得磕着摔着碰着了。年轻人，祝你好运。中。过来了。你好，老板。拿的啥东西？这你给我看这个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对。这个咋弄来着？给俺弄的就是前几天不是给爹逛街了吗？啊。然后碰见个要饭的没有钱了。要饭的没钱了？对，要饭的没钱了，搁那个啥说的，叫我给他的钱，他的，但是他叫这个东西递给我了。就这递给你了？1000块钱递给我的。你感觉是啥？我感觉，你看这上面是这链，底下挂个这黄的，我感觉不真。不真的？那你不真的，你1000块钱给他弄过来？不是看他可怜吗？你是菩萨心肠。给家里放了多少天了？放好几天了。那你解开，我解开，我给你测出是到底是真的假的。这个月你过来看看。1000块钱。1000块钱递过来的。那你既然给他1000块钱，你何必看真假了？你不是施舍了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，看心里，我真的心里想知道他真的假的。1无可多嘞。我不是想多磕，我叫你看真的假的。真的，绝对是真的，不假。你确定这是黄金的？确定是黄金啊！才1000块钱，人家傻。那他要饭的，他也不知道什么，他这东西他也不知道搁哪弄来的。要饭的老头吗？对，老头给脖子戴住。那可能他是捡的。那我不知道，反正是他都说你给我拿1000块钱，我叫他给你。给。本来我想给他10块钱的，他回来要他给我拿1000块钱。那要饭的老头他要那些钱干啥？他主要也是穷呗。那他平常给人家要个饭弄个啥东西是不是？这也不知道谁给他的，不知道他捡的，反正抵押给我了。那你1000块钱，那你这不错，你不能说抵押啊！你见了面，你回去还得再给他点儿嘞。那你说真的话，那我可能再给他点儿了，我不可能只给他1000块钱。那是的，那以后你多施舍点都起了。这确定是真的了。确定是真的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不相信，你直接给我搁这儿。那链子不要。链子不值钱是吧？链子俺不要，你这卖不卖？这卖。卖我也不要，你来路不明的东西，俺这没法要。那吧，你再转转吧。我不是东西到底不是假的啊！我今个来的不是说卖的，今个来这个你给我看真的嘞。好，真假嘞？真的不假。我啥碰见了我再多给他点。可以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老板。不用客气。俺婆婆收破烂收了50块银元，按3斤摆动价150收嘞。你看看是真是假吧？我看你这50块银元真假完全没问题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，按3斤摆动价收过来。确实是捡大漏啊！我婆婆也不懂真假，是2个10几岁的年轻人买的，差点被我们的同行收破烂老板5000块钱买走。那你5000块钱幸亏是没卖啊！说句不好听的，这50块银元3斤重量，你就是按银价卖，对吧？卖破烂也得几千块钱啊！更何况我看你这都是袁大头给传扬，这个各个品相这都是无伤无错，那应该是卖银元的那俩年轻人不懂啊。他们说好像是在垃圾桶里面捡的，也没太当回事儿，直接卖了，去网吧上网去了。这些银元垃圾桶的捡的不太可能。如果是个人家里边祖传的不会当这个垃圾给扔掉。如果是个人半路买的，基本上也都会放得很严实。不讨论银元来源了。昨天我去那个金店问了问价钱，老板却给了我白金的价钱。开出白金价绝对是不可能的呀。一般像这种银元，它的含银量是9银1铜。你无论到任何时候，因为银子没有白金稀少，它绝对不可能和白金相提并论。你先不要激动，今天老板是这样算的，1克银元是26.8克，对，这银子是10块钱一克，而白金是268一克。那今天老板的如意算盘打来确实挺好，这无论怎么算，他都赚你大便宜啊。
白金分铂金和钯金，现在大盘价确实一克也就200多点。而银元没有按克算了呀，如果按克算，那就真是当破烂卖来了。我也感觉挺划算的，比我们那个收破烂老板给5000块钱高多了。我不想错过白金这个橄榄枝。那和5000比着，白金橄榄枝肯定是有一定的诱惑力，但是银元在过去啊，它固定就发行了那么多，越来越少。而现在的银子，我给你一吨，估计你一个老银元也做不出来。我也这样想嘞，能戴上美美的白金首饰，还能赚钱，那不是一举两得吗？一举两得还真谈不上。我来告诉你其中的缘由啊，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80%多，银价才5块几，你按铢银来算，一颗才4块多的成本，给你按10块钱一颗，他收回去啊，肯定是要赔钱的呀。这说明人家老板实在啊，可能我银元比较多吧。这个越多算到底啊越赔钱，干生意哪有赔钱的呀？所以银元不能按克来算，银元都是看品相和状态来谈价的。首先你这里边50块银元，这都是常见的年份，袁大头3、9、10和传阳23年，他们这几个年份都一样啊。虽说年份没有稀少了，但是笔面还可以吧。基本上你看这都是无伤无戳的，而且还没有锈，而且通通都不带斑。带斑啊，有时候也能卖个好价钱，一块给你按1000来算，这50万基本上就5万块钱了。5万？对，我勒个娘哎！你这估价估的可以啊，这比换成白金强太多了呀。对啊，这个价格大多数不比不知道，一比有时候确实吓一跳。你换来换去啊，它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结果，你得找对这个专业的人才能问出来一个好价钱。你直接变现，对吧？你再去买那个白金首饰，钱花不完，又有首饰带，这样算的话，这样才能是一举两得。按你说的办，我直接替我婆婆做主了，我得好好的买白金首饰犒劳一下自己。我劝你暂时也不要着急变现，因为这50块银元啊，你看毕竟150块钱收回来了，有没有可能是那俩年轻的孩子啊，他私自拿家里边的东西？我建议啊，你还是把这个东西给那婆婆，让她回去，让她问问清楚，别日后啊给自己找了不必要的麻烦。你知道现在收东西不能乱收啊。你看你这老板事咋那么多哎？你原来还是还我吧。烦人。好，没事，我这完全是为你好，给你回去啊，你好好的想想吧。来，给收拾收拾。给我吧。我没想到，我最信任的伤我最深。我辛辛苦苦挣钱买了一套房子，竟然到最后换了这一块破银元。哎呀，你这个银元可不得了啊！这是大名鼎鼎的这个奉天鬼谋，这个笔面就是火气太大了，这黑不溜秋的，这沾的满手都是，这看着像包浆又不像包浆，这是遇到啥情况了？一套啥的房子换了这一块银元？这块银元本来是我家里的传家宝，分家的时候啊，给我哥一些。我前些年30多万买了一套房，被我哥给抵押出去了。最后他没办法，他把这块银元赔给我了。他说这块银元也不少值钱。一套房子换了一块银元，如果这个银元真不少值钱的话，那他为什么不卖掉这个银元，而选择去卖你的房子呢？也就是呀，我这个问题我问他了他说银元是冷门一时半会儿找不到。没找不到买主，而房子是热门，随便找一个房产中介，他都给能卖掉。他说冷门热门根本就站不住脚啊！拿着银元去房产中介，可能别人不认识，只要是好币种，蛮可以找懂行的人去变现。唯一我很纳闷一点的呀，就是你30多万买的那套房子，房本上难道写的不是你的名字吗？写的是我的名字因为我常年在外地打工嘛。当时买房写了我的名字，卖出的时候我把房本交给了我哥保存。加上他留了有我的钥匙。因为他生意缺钱周转，拿着我的证件。因为我们俩是双胞胎，差不多。他又刻个假章，又冒充我签字。最后公证把这给我卖掉了。原来恁俩是双胞胎，那难怪恁哥能顺利的把房子卖掉。确实是你最信任的人伤你最深，房子卖了你都不知道，这知道之后啊又很无奈。也不能为了这30多万去找恁哥追责，好在他赔了你这块银元，以此来弥补你的损失。这块银元估计也值不了多少钱，不然他不会卖我的房子。我今儿个就过来，你看看给我估个价。
你说的很对，如果这个银元值钱的话，他绝对不会卖你的房子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这个银元不老，并非像你说的这是恁家的传家宝。反正这个在我家好长时间了。哦，你看看它能值多少钱？这是我想找你想搞清楚的问题。真正的老银元啊，它的包浆不会像你这个，你看这一摸这包浆，说实话这都掉了，这说明这银元的包浆是有问题的。奉天癸卯啊，它这个1两在我们银元界里边是属于孤品，而你这个重量是72分的，和1两出自一个班，从某种意义上说啊，算是名门望后。这个72分算是样壁，样壁就是这个板刻出来之后，只适当性的做出来几块样品，并没有大量铸造发行。现在一枚你这样品相的呀，能拍到几百上千万，几百上千。对，你这一说，我心没底了。这我这一辈子也挣不了多少钱，关键问题这是不是真的呀？那确实一枚真币的话价值不菲。这种大真级别的，我们普通人家也不会有。而你的这个火气太大，包浆不对，来听听它的声音。听声音啊，它这确实是银的，我只能说这个银元不倒带。一般像这种银元啊，没有市场，我建议你啊，还还给恁哥。原来是假的，这是。对，也就是不值钱了。对，我想着不会是真的，那不然他不会卖我的房子去还债。对，亲兄弟明算账，把银元还还给他。自己的亲哥你也没法去追责，不然兄弟俩的亲情啊都没了。这样吧，你让他给你打个30多万的欠条，慢慢的哄着他，把钱一点一点的收回来就行了。那也只能这样了。谢谢老板啊，没事。老板，你帮我看看这80块银元是真的是假的啊？我可是按5块钱一颗的买回来的，别给我照买一堆废铜烂铁了这种。5块钱一颗，一下子买了80块银元。是真是假，你竟然还不知道，这一下子可花不少钱啊！来，我看看都是啥的，1万块钱而已，假的也没关系。这银元都是俺朋友家里边的，如果是假的话，我现在都可以去找他。首先真假看边吃没啥问题，你拿过来的这些银元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老货，这80块银元只花1万块钱，太超值了。你知道不假我都放心了啊！我也不跟你废话了。我这花到1万块钱来了。你看能不能值1万块钱吧？肯定值1万块钱啊！我看你这银元虽然说这都是冤大头，但是整体品相并不差。我这瞅半天，有的甚至壁面连个戳都没有。这1万块钱卖给你80块银元，你这个朋友，你说他得有多糊涂吧？他糊涂个锤子啊！他欠我1万块钱，已经很多年没有给我了。这银元是我抵账要来的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啊！借1万块钱也并不多，没必要拖那么多年不还。这一还，结果还给了你一个惊喜啊！惊喜谈不上，差点叫我变成惊吓啊！俺朋友出事进去了，这是他妈拿了假装银元，帮俺朋友抵债的。我拿回家，俺媳妇儿都说这是假的。哎呀，真假刚才已经给你鉴定过了，恁媳妇儿看不懂真假也属于正常，因为我们普通人对银元懂得太少了，有的甚至连银元都没见过，他咋可能对吧？知道是真是假嘞？倒是恁朋友的这个妈妈很讲信誉啊，不惜拿自己的嫁妆，对吧？替儿子还账。唯一遗憾的就是你给的钱太少了，80块才给1万块钱，确实很少。我又不是慈善家啊，银元的含量好像才80%，这80块正好4斤，按5块钱一颗的话，不是正好1万块钱吗？你这是按银价折算的，80块银元4斤多，那确实花到5块钱一颗，那正好够对你这1万块钱的账。对呀，我都是这样算的，这没啥毛病啊。那是嘞，这个账是没啥毛病，关键就是平时银元这可不是按这样的计算方式算啊。那你说按啥方式算呀？银元肯定是按个算啊。银元如果你按现在的银价算，哪一块币种它的银价它都不会超过200块钱，因为就像你说的那样，银元的含银量它只有90%，但是他们在过去的发行量它固定就那么多，所以你按银价算很不现实。你也别说了我的不对，你就说多少钱一个吧。没有收入你啊，按颗买你肯定是捡了大漏，这一块成本价才花到100多而已，因为你这数量比较多。
袁大头一共发行了3、8、9、10 4个年份，除去8年，除去里边各种带版别的话，就单说你这些壁面无伤无戳的品相，这些都算我们常说的这个通过状态吧。我大致的给你估下价值，1100一块吧，80块袁大头，它就是8万8。8万8？对。你不是哄我开心的吧？没有。我看里边还不只有袁大头，带船的贵不贵啊？这价钱肯定不会给你乱开玩笑了。里边的船样我给你看了，这都是23年了，价格的话和普通的袁大头是一个级别的，因为这个船样最贵的是21年和22年，你这里边啊，我没看到一个21还有22，所以出来的啊就给你核算了一下。这价钱太好了，没想到借出去1万，这一下子回来8万8。这次可以过个肥年了啊！都卖给你吧。那你这一下子卖掉也不太合适吧？那朋友借你1万多，对吧？虽然说没还是他的错，但是现在人家都出事了，他妈替他还账已经很明事理了。你不知道价钱也都算了，你知道之后啊，你多少得把剩余的钱补给那朋友他妈妈，这样子我可以给你算一下。具体我咋分你都别管了啊！你直接给我输钱就行了。那你这样说的话，我还真给你要不了，哎，我怕后续有什么纠纷，哎，弄了，对吧？那朋友一场别弄得不愉快了，都这划不来了。行，那算了，反正我知道价钱，我找其他人看看。那好吧。